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呢，带给大家新闻事件背后第一线的观察，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欢迎加入。在最近我们以食为天，大家每天都要吃3餐，甚至吃更多餐。可是食安问题连环爆，早一点的从苏丹红辣椒粉，后来有小林制药的红曲原料，近期的导致有2个人不幸死亡的米酵菌酸，现在更名叫做邦克列酸。还有最近就是王品旗下有2家餐厅都有大规模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那先给大家一个数据疾管署监测的数字，在宝林案的那个星期3月17号到29号，全国腹泻的通报数呢有14万5千多人，比起前个礼拜多出了将近6000。那到清明年假之后有稍微下降一点，到将近11万9千多，但是群聚通报还是明显上升。现在外食人口实在很多，比例高达70%。那大家每天都在外面吃，然后非吃不可，又吃得很担心，这怎么办？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无毒教母，是这个目前呢长庚毒物中心的兼任护理师谭敦慈谭老师来到我们现场帮我们解惑了。谭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哇，老师，我刚才有讲那个通报的数据你觉得这数字在近期是不是特别高？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新闻的关系，大家特别关注，其实一直都存在这么多人去餐厅吃了肚子不舒服上吐下泻，然后有时候就摸摸鼻子就算了，不一定会通报出来。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字我没有觉得很讶异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食物中毒的高峰期是5到10月5到10月，所以现在其实还没到呢但是我快要了。这样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动不动温度就是大于30度对，所以呢其实这个时间呢会提早那其实还有第2个高峰期就是2月的时候2月对那但是呢我们一般会觉得说我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去外面吃东西，那回来呢，肚子痛啊，可能就拉一下也就算了，就算了，真的。但是呢，其实现在可能大家因为邦克列这个对，他可能这个关系，所以呢，他只要吃了之后拉肚子，他就很紧张但是呢，我们知道食物中毒它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就是说2个人同时吃同样的东西，然后同时造成这上吐下泻啦然后甚至于说排检呢有验到相同的有毒物质比如说诺罗啦，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等等这样呢才算是食物中毒那你可能你只是你去吃了，像我个人如果吃外面比较油腻的东西，我很容易不大舒服对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就去挂急诊嘛尤其现在这个挂号费蛮真的对那但是呢我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吃了某些食物，然后你就感觉到有哪些不舒服，你一定要赶快去看病了，就上吐下泻的次数非常多，到什么程度就不行了，5-6次然后呢呕吐的也很多那再来有一些，如果你一发烧，那你就不要怀疑了，赶快去挂急诊。很多什么 A 流 B 流也很容易发烧就是好像很难判断，发高烧然后上吐下泻还有你的排泄物里面是有血丝的对然后还有什么呢你甚至已经头晕了就是你开始看你给它弄蹦蹦的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因为有时候你拉太多次，你可能电解质都不平衡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嘴巴麻手麻等等的就是你不是正常的症状，我还是建议你要赶快去挂急诊所以呢这个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再去，让你拉个几次然后可能就还好就没有不舒服了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太紧张对，因为有一种就是民间说法，就是只要吃到不干净拉一拉掉就算了就 OK 了那种其实有一些人他拉肚子你要特别小心的，就像孕妇孕妇有时候拉一拉有时候这个会增加这个流产的风险然后再来就是小孩子然后老人还有免疫疾病的人像这个如果你是在洗肾，你忽然间你就拉个几次你真的要赶快去挂急诊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可能造成一些这个很多不可逆，它有一些连锁效应啦，是我们一般人大概会忽略的，必须要专业医生来做判断。对那像这样子呢我们去急诊，但是剩下一些呢其实
不用太恐慌，也不要太恐慌就对了。对。老师，你讲到恐慌，我觉得是个重点，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就是宝林案啦，因为真的很难想象说在台湾会有食安问题严重到有人因为这样子就过世了，然后大家真的是很害怕，而且从大家完全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什么酸这样子，然后现在又变成一个叫做邦克列酸，到后来大家稍微有点概念，就会发现说这东西没办法防你在外面如果真的这么的倒霉，你即便罕见，可是它就是这么致命，几乎是没办法的耶。如果碰到的话，没有什么机制可以让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预备的那一种。是，其实这个邦克列酸这个东西呢，第一次在台湾发生嘛，因为我其实有在读科数10年，然后呢，当时有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说，很特别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例。但是目前看起来它是单一的个案。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那其实这个很多人就说，它会不会是下毒？其实这个不是你能够培养的东西，了解那其实我们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你食物保存不当。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无色无味，然后呢又烧不死，就高温加热，对，你煮了也没办法。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几个东西你不要认为说我煮也就好，因为我们古时候都会说我煮一煮就好。大概有几个东西真的是高温没有效。第一个就是邦克列酸，然后再来呢是什么呢？黄曲毒素还有一个赭曲毒素，黄曲毒素会伤肝，赭曲毒素会伤肾，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肉毒杆菌。那这4个呢，它其实是无法加热的但是坦白讲，就加热也杀不死的这种，对，杀不死。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没关系，我这个东西没放好我就改煮就可以吃。其实这个是不一定可以的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哪些东西经过煮熟是可以的就是诺罗啦、霍乱啦然后长盐弧菌啊等等，还有这些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也常听到。对，其实沙门氏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你加热就把它破坏的。所以呢我们刚刚谈到外食，其实我都会建议第一件事情，外食尽量选择熟的食物，尽量不要吃生食。那种日本料理生鱼片那种那个我们外食我们家也很常吃其实那个生鱼片是这样你大概一定要找那种看它这个冷藏设备很好的那其实呢还是建议这些生鱼片你不要去海港，然后看人家钓起一条鱼好新鲜，我们把它捕来当生鱼片其实真的不建议因为有学者研究这37年来海洋寄生虫上升280几倍。那我们经过冷冻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冻死这些海洋寄生虫的。这真的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其实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要吃新鲜，然后所以大家才会特别挑港口嘛，那种地方吃海鲜餐厅都一定会叫生鱼片其实那个如果经过冷冻的过程反而你至少负20度 C 要冷冻7天，负35度 C 至少要冷冻个20个小时这样才能够杀死这些寄生虫。哇，天哪，大家记起来了好吗？所以如果真的要吃像生鱼片，因为生食其实大概就是最常碰到是生鱼片啦，这种你就是要去注意这家餐厅它的冷藏的状况环境，然后不要去港口吃以为新鲜的。对，出国也要特别注意像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特别喜欢有一个东西叫生腌就是这些生的东西海鲜去腌制一些酱料然后吃进去其实我会建议你出国不要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问题是大家出国就是要吃一些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就是尝鲜那种吗？还是所有东西煮熟它因为如果你出国去然后拉肚子拉得这样上吐下泻，那在国外看病很贵的。去韩国哪国家是吃什么生章鱼那个触角会动的，然后那个吸盘会吸住你舌头的那种，没有汤大家是不是现在忍耐一下，不要在国外吃一些这很难控制的啦。其实我觉得还好啦，你不要吃生的，不要吃生的，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煮熟它还是很好吃的像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常会烫这个
中卷啊小卷啊，对，那其实你稍微水滚的时候就是把它放下去，那你看它稍微这个冒泡到，其实有时候你有那个测试剂，只要中间的温度你大于65度以上，其实通常也算安全。这样子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其实口感也是非常好的，也是很鲜甜。讲到生食，就是老师讲的第一个题型嘛。可是刚才讲比较多是荤食，我们讲海鲜类啊，或生鱼片啊这一种的。可是有的是腌制的那种，就是好像发酵过的，但它是不是肉类的？像那种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外食的时候？其实这个发酵这个我坦白讲，我真的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自己做发酵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办法控温控湿，尤其台湾有个北回归线通过，非常温暖潮湿，那你的眼睛不是显微镜，你在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去做发酵，事实上很容易受到这些杂菌的污染。像我坦白讲，我妈妈他们那一代都很喜欢改你做什么翁奶酒、米酒、打酒、泡泡剂，还做那个豆腐乳，你知道吗？我都很严格管制我妈不可以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的过程中啊，你的这个温度湿度不对，然后你又没有消毒的很彻底，事实上很容易受到这些霉菌毒素的污染。那我都会特别跟我妈讲说，你要吃这些东西 OK， 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吃，但是你买大厂的买大厂的，对，为什么呢？因为像厂商他们都是在一定的这些环境的条件下，甚至还要穿的这个防护衣等等进去做，这样才会安全。所以我其实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做发酵品，因为我坦白讲，那个过去啊，就常常有病人很感谢我们，然后就会自己做这些什么菌顺啊，然后做这些什么，还有一次有一个病人他自己做了一瓶酵素给我，你知道吗？那我盛情难却收了，可是你知道吗？他沿路就一直冒泡，然后我整个袋子都是那个泡泡，你知道？我真的这要怎么处理？可是我们家自己会做什么？你知道酸白菜那种腌制的酸白菜，因为我们自己东北人嘛，我从小就是家里都自己腌制酸白菜耶，像这种的。你还是不要自己做比较好。应该是这样讲啦，像我们以前都不会认为，像我妈他们那个年代都说不要见假没戏你免还的啦，你假没戏但是这一次这个宝林事件里面就有人因为这样丧命了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吃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我们呢选择一个正确，不要把自己推向危险像我自己也会做韩国泡菜对，可是你知道吗？我是其实没有让它发酵，我是用醋来取代那个酸味所以我会加醋，然后呢会做那个糯米糊然后会用辣椒然后是呢我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因为韩国泡菜的那个口感是蛮好的，对，那就是我会这样子做了放在冰箱里面，那它其实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些，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如果说长霉的东西，但是你放在12度 C 以下，其实是不会分泌黄曲毒素的，因为毕竟冰箱的环境它的温度是可控的啦。对，刚刚讲提醒就是生食要避免，对，那还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在外食可以注意的部分？好，其实外食要吃得很健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这个烹调的方法那你尽量不要每天都吃炸鸡排嘛你可以选择这个什么卤鸡腿或者是这个卤排骨我们先以蒸、煮、卤这种为主那偶尔你一个礼拜吃个1-2次的炸鸡排啊，或者是说这个炸排骨，我是不反对，但是呢你最好就是选择这个尽量是卤的、煮的、炖的这种方式呢，它这个没有那么高的这个高温烹调的状况下，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安全的那再来呢，这个你记得你在这个外食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给我们小孩的一个观念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点一盘烫青菜就所以说呢，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到面店去吃，你不要忘记你要点一盘烫青菜，但是烫青菜呢就不要再淋肉燥了，你可以淋一点这个辣椒酱或者是一些酱油
不要再去这个淋上很多的肉酱。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外食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原型食物比较多的就不要选择这些加工品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像我个人也很爱吃火锅，可是呢我不会吃这些鱼丸贡丸或者是火锅料饺类的那种呢，我不吃啊我就会吃一些什么鱼啊虾肉啊等等我比较不吃这些东西那再来呢，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很多人喜欢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那你就选择清汤，不要选择勾芡的尤其你是糖尿病患者或是减肥的人因为很奇怪，糖尿病病人吃这些勾芡的血糖会上升的很快好，那最重要就是大家好像变成一个习惯，吃了饭或吃了便当之后要吃甜点含糖饮料对对对，那你就尽量选择无糖绿啊或者是什么就尽量不要再加糖啦不过老师你刚刚讲是比较健康层面的但如果我就食安的角度来看，例如说老师你刚刚讲说好烫青菜好了，我在家里头我以前有看过老师的一个示范影片就是要怎么样把农药冲洗干净，要用大量的水去冲嘛我在外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吧，或者我怎么知道吃进去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挑选店家就很重要像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挑这个店家的时候，第一个挑的就是好不好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价位，对，便不便宜其实很少人去考虑到说安全问题对所以呢其实像我自己呢常常会到我们家楼下去买烫青菜，你就是选择他，看他在那边洗菜什么都很爱干净的，周边环境都打扫很干净，所以我第一个其实会选择的就是环境，观察他的环境，对对对第二个呢其实他们来擦桌子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抹布抹布如果很脏你就知道这个大概不会太干净那如果有一些地方呢你甚至可以看到砧板，如果砧板上已经有那种黑黑的霉了，我想你一定也不会很想吃。所以老师你看环境是会有一些细节会特别注意的，你会注意它的抹布，你会注意它的砧板，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就是看这个老板的卫生习惯，老板指甲有没有剪对，然后老板是不是都会戴着口罩然后手是不是又摸了钱又摸了这个食材呢？对，像这些细节就是可以去挑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那当然像很多他的碗是不是就丢在地上他的食材是不是就是随便就这样一袋丢在这个路边或者是巷子口之前不是也有一个新闻，就发现有一些买的这些肉什么就随地丢，然后有蟑螂爬过去的那像这个你就是你要挑选的啦然后其实青菜你经过烫的过程中其实也可以让一些农药去除掉啦除了洗之外，烫煮的过程中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选外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尽量选择这种比如说白米饭配这个菜配鱼配肉你这个饭上面就不要再淋这个卤汁啦或者是酱汁，这样很容易增加热量然后就尽量就是能够尽量吃到3样蔬菜啦对如果不行的话，通常我们就会规定我们家小孩说，你一天要吃2碗蔬菜，一个绿色的空心菜、地瓜叶、菠菜随便你，另外一个白色的白萝卜、白花菜、白高丽菜，甚至是菇类、茭白笋、竹笋都在这里所以老师就是注意第一个就是环境是最主要的考量然后老师你刚刚有讲到说大家其实一般也非常在意就是在外食的时候它的定价是那这个你也觉得我们太看重价钱了是不是太看重要 CP 值高物美价廉这样子对，其实我过去我们实验室林宗义教授他曾经给我看一个那个报道那已经好久了我已经忘了是他就说我们国人愿意花3万块去买一个新的电子产品或者什么东西买一个手机对，但是呢不愿意多花个300块去在你的这个饮食上提升你的品质那其实呢我都一直常讲一件事情啦，其实每个人都要工作赚钱他才能生活那我们不要每天都期待老板卖我们很便宜因为佛心价其实这个佛心我觉得坦白讲了，我觉得真的不要去要求人家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也常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卖蚵仔米线，我也要卖了蚵仔米线，好，然后赚了钱我才能缴我小孩的学费。对，好，那比如说我是卖这个卤肉饭的，我也是要卖了卤肉饭我才能够赚钱嘛。那它东西一定有必要的成本，你一直杀它价，它只好降低成本。像今天就蛮难过一件事，有一个人他就是卖那个馒头结果今天才出来的新闻，价位太高了，对，他用了甜味剂哈。那我必须说一件事情了哈，所有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哈，大家要用第一个一定要合法哈。像之前苏丹红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它不是一级致癌物质，它是第3类的哈。那是不是就对人体没有伤害？不是这样哈。它只要不能出现在食物里面的东西出现了，它就是违法，所以就不用再讨论说它是不是哪一级的致癌物质啦，它是不是会造成人体伤害。其实这个不需要讨论，因为第一个它就是违法了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个甜味剂是不能加在馒头这种里面的，所以你就绝对不能添加的就是违法。但当看到了就是在做食物给人家的这个老板们会因为要压低成本，然后去选择甜味剂这样的原料，我觉得我们如果换一个思考方式，就是说每个人都要生活，你要让他有合理的利润。好，当然也不是说我哄抬价格等等，我就是给他一个合理的利润，因为每个人都要生活，每个人都要赚钱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大家重新思考的一个点。不过老师刚刚在讲到就是我们在外食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观察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可是在这一波的新闻事件当中例如说像王品这么大的品牌，大家过去呢对它是有一定信心的，总觉得不管是业者自己的作为或是要遵守法规应该都有到一定的程度，却还是出了像这样的事情。我有时候在想说，虽然卫福部有在讲什么食安5环啦，但是不是政策面上，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消费者是看不到的。苏丹红也是啊，而且苏丹红那一段时间我就想说，到底全台湾现在有人没吃到吗？那种感觉因为所有大家很普遍接触到的调味料几乎都有了，连不是红色的也有嘞那时候就觉得哇，那怎么办呢？你除了从法规面，从上游或是海关在检验的时候，那其实就消费者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会不会从食安5环类似像这样政策面，我觉得还是有些洞需要补。其实我必须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它有一个部分，它叫做边境拦检。对，其实呢，因为他们的人力真的是也不够啊，对，不够所以他们现在其实边境拦检，我常常在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说边境拦检的什么东西被打回去了。对对对，昨天有苏丹红被打回去了哈。昨天有一个新的是那个顶呱呱，对，它的一个包装的包材，对，所以我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你看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把我们拦下来的，对，他拦下来很多但是他不可能100%，因为很多是抽验的，那其实是达到一定的，他才能够再增加那其实我还是觉得说这个边境拦检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那我觉得国家也一直在做那当然是。看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尽量的能够多做一点。那再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业者的教育啦不过我觉得现在这几次他看到这个业者他就知道如果你被逮到的话你还是要赔很多钱嘛所以大家也不要有侥幸心理。但是第三个我还是觉得就是说给他们合理的利润啦因为为什么都是为了省成本那省成本到最后呢其实伤害的就是我们所以这一端就是消费者必须要还是回到消费者这边啦。对，然后消费者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啦，其实很多东西比如说像辣椒它在树上的时候苗上的时候是很漂亮的，但是你摘下来之后晒干加工它其实不可能很漂亮，不再是那个鲜红那它颜色可能就变得比较丑其实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个很漂亮然后香味很浓的因为它为了你的这个视觉然后呢嗅觉它就必须去做一些这个调整啊等等，那其实到最后也是伤害了我们。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消费者也不要去追求这种很漂亮很香的东西就消费者这段教育，第一个你就是不要老是追求 CP 值高啦，对一分钱一分货，毕竟这尤其是吃的东西是。老实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家里头开火的话，每个礼拜上市场买菜啊，那个一下子1000块是一下子就没有了耶
真的是，其实是真的不便宜耶。对，就真的，我就说，其实在家里开火没有比较省。对对，真的，你一个鱼一个肉，这个2个的青菜其实还好，一个鱼一个肉哈，其实几乎就可以买好几个便当了。真的真的，所以回头来讲到钱哦，这种性价比，我有时候也想到小孩子的营养午餐，因为常常营养午餐一个调价，家长就是就很反弹这样子。我们曾经因为我们家小孩念的学校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是比照一般的标准，然后以那个标准来定他们午餐的价位，然后去订饭盒这样子。那真的很可怕。我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小孩呢，就是常常跟我抱怨说他们学校订的餐很不好吃啊，大家都不愿意吃，然后又有头发又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又有点味道这样子。我一度呢就觉得你们这些歪嘴鸡怎么样大家都能吃就你不能吃吗？刚好一个意外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看到说他们到底平常都要吃些什么。我真的是其实我就回头来检讨自己，我怎么会觉得一餐例如说80块，其实他们那个价钱更低啦，70块60块好了，60块一餐在外面到底要吃什么？你怎么会期待他给一个食材的价格是这样的时候，你要给孩子吃能够吃一些，他当然也只能吃那样啊。所以那次经验我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就不能够从钱这个性价比这件事情来看我们吃了些什么东西进去。真的。那老师有没有一些方法，如果我现在真的是外食，我实在觉得太紧张了，可是在家里头自己开户我又觉得太麻烦了，到底有没有一些简单一点的方式，就是一般上班族也很忙，或是双薪家庭也很忙，我还是可以简单的偶尔在家里头自己弄的那种？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把自己开火这件事也当成就是说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并不是每一道菜都自己煮你可以买一个主菜像我必须说有一些东西你小锅子煮出来真的不好吃比如说猪脚，比如说蹄膀你自己煮真的就是卤不出人家那种大锅卤的味道，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像人家慢慢熬。对，我觉得真的不用像我呢因为我也是职业妇女那我通常是这样，我可能自己买鱼来煎，然后呢烫一个青菜，然后主食的这个比如说主要的这个蛋白质，我可能就去买这个哪家餐厅的比如说我就可能买的它的东坡肉，或者买哪一家餐厅的三杯鸡那你就是买一样主菜其实你回来你可以青菜是这样，你不用每天洗比如说你假日有空的时候你就买个2-3样的青菜然后呢一次洗完但是你可以把它沥干水分沥干水分之后呢放在保鲜盒，然后你每次就是拿你要的量，其实这样是很快的那你早上出门前现在电锅你就可以先 set 好嘛那几个小时之后就煮回来其实煎个鱼是非常容易的那你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煎鱼那你其实就用电锅里面去蒸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你其实有时候就去买一个主菜，然后回来呢自己烫青菜，这样也是很简单的对，也没有想过对，其实我会觉得说并不是说你3餐都在家里自己煮就是最健康，因为有时候你很习惯比如说你可能很爱吃白带鱼，你就每天只吃白带鱼那这样反而不是很好。但其实有时候我就去哪家很干净的自助餐厅买个白带鱼，然后下一次我就去他那里买个青鱼，然后呢我就跟他买个2只鸡腿，其实不一定要自己全部做，但青菜烫起来很快嘛所以呢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不一定什么都自己做，但是买个1-2样这样子老师这个做法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毕竟也很多都是小家庭或者是单身族也有可能你叫他弄一个什么主菜一弄要弄好一锅，他到底要吃到什么时候，整个礼拜都吃不完，又怕他超身体对，但是你如果买一点点主菜回来青菜自己简单弄一点，那个是可操作的耶。对，而且像现在大家就很担心就是说隔夜饭是不是吃了就会中毒对，尤其米少君山就为了这个原因必须要改个名字这样子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了，做好食物的保存大家就都不要紧张像这些细菌病毒类的东西你把它煮熟了它其实就可以杀掉它，所以大家就不要太紧张你就吃熟食然后再来呢，其实你这些什么饭菜以前我们妈妈都会说放凉再拿去冰对，绝对不要，因为台湾我这样讲，食物的危险温度是7到60度所以呢
大于7度低于60度的时候它就开始长菌了所以呢那这是我们日常的温度啊。对，其实台湾一年四季都在这个对，都一定在这个温度区间内。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呢你今天吃不完的比如说像我儿子他本来跟我说今天要回来吃饭，那我就预计了他的份，结果后来没来。他后来他可能就临时因为他们当医生都没办法然后他就打电话说他可能今天不回来吃，那你就多，那我就把他多的那一份，我还没吃饭之前我就先把它盛起来，然后呢我只要用手摸觉得热不会烫手了，我就把它装起来放冰箱，千万不要放到凉再放冰箱因为60度以下就一直长菌了。对，哇，今天这一集真的是破解大家很多的迷思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大家很喜欢吃凉面。好，那其实像基慧曾经验过，有一些凉面就会长这些菌那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凉面怎么买怎么吃我曾经有一次吃凉面，食物中毒到住院呢。对，你是买了放了很久？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那时候电视台不是本电视台，我以前的电视台，它地下室有一个员工餐厅，它就有常态的凉面，就抓了就走了，我就抓了就上去吃。就放在室温下吗 ？Maybe， 可是你会觉得它就是很快弄了之后放在那边，不是很久以前的东西。我假设它是这样，我就吃了之后呢，一边吃一边工作嘛。我记得我那天晚上还有节目，而且是 live， 可是我就觉得不大舒服。我中间什么事情回家了一趟，回家之后我就再也出不了门了，因为我就出门的时候就在电梯狂吐的电梯都是。可是我晚上的节目是 live 的，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就想说完蛋，那节目单位真的要跳脚，因为要开天窗了，所以我就实在是不得已只好打电话去说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后来就送急诊，因为就开始泻肚子嘛，泻的情形啊是有点像西瓜汁，它就是完全就是血色。然后吃凉面就拉血色对，就是就一定赶快去挂急诊了，就是像拉血一样了。然后就进急诊了，然后就在那边躺了，我记得好像是有到3-5天。我们同事很常就是这个去买某一家凉面，然后买了之后呢，他觉得凉面是不会坏的。其实它不对然后呢就买2包，中午吃1包，晚上吃1包，然后他也不放冰箱你知道吗？就吃了呢也就是会产生肠胃道的问题那大家要记得啦凉面呢其实就正好是买在冰箱里面的那要不然呢你不是放在冰箱，你就买了之后就赶快吃那你没吃的那个赶快放冰箱为什么呢？温度下降之后就是让它不要长菌像很多人呢就夏天喜欢吃沙拉这也是台湾的案例他就有一个OL，他去买了这个沙拉，结果呢回到办公室正要吃，老板就叫他做事结果呢他就放着结果等到事情大概1个小时之后再去吃，结果就食物中毒了。也才1个小时因为你离开那个，因为他可能从买的时候就要开始算对可是我们真的从我们的主观，我们会从把它打开开始才在算不是对不对？那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会叫便当对不对？其实你便当来了之后呢，最好2个小时之内就把它吃完，因为我们都觉得节俭是美德，可能中午吃剩的便当又想说反正也没放冰箱没坏，我回家再加热就好了其实我们便当如果你放在室温下的那个便当呢，我建议你2个小时之内吃掉。那如果你在那个温度是在32度左右的比如说你就拿着就一直在外面32度的话大于32度的温度，你就只能放1个小时。这个是上班族非常常出现的这个状况，就是便当先买了等一下要去买手摇饮等一下要买个什么东西又要排队等一下什么东西，光在外面绕可能就半个小时45分钟就去掉了所以你回来赶快吃掉，因为大于32度是你就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提醒大家也千万记得，各位外食的各位我们刚刚讲到很多食物中毒是立即发生的，吃完之后没几个小时开始不舒服的有一种状况是不是你长期吃那个毒素慢慢累积会变得比较容易罹癌那种东西，那个我们要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例如说我现在常常去便利商店买这些那些很立刻就可以买才吃的我们家小孩超常吃御饭团这种东西太方便可说真的你翻到后面一看你都觉得
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就是也看不懂，然后也不确定这些看不懂的这些化学的名字到底吃到什么程度，会累积到什么状况，会不会有些慢性的隐性的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身上累积，这种不要紧张太好，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很多超商的那个食物啊后面就密密麻麻的都说骂他们是化学工厂其实不是这样的啦台湾的食品添加的标示台湾的食品标示叫做全展开只要有添加就一定要写上去而且呢它必须从成分最多的在第一个，然后成分最少的在最后面所以我们常看到人家被罚为什么标示不实那所以呢它是标示完整并不是代表没有并不是代表它那个什么它给你下毒不是这样的它是标示完整那很多外面呢你可能去路边买一个饭团它都没有标示啊可是它事实上东西很多啊油条有用到哪些然后菜脯哪一些其实那个如果标示其实也是很多东西所以大家不要去用这个错误的观念去看它了那我觉得超商呢现在渐渐的呢就有很多比较多的这个让你的选择像我也会去吃超商的东西像我最常吃的是超商的毛豆有没有它有一袋的然后加热不过我去超商我通常我会自己带一个保鲜盒然后第二个我最常吃的是你是保鲜盒是怎么样？你是把它塑胶袋打开放在自己保鲜盒再加热再给它加热对对对好那像我很喜欢这个超商的什么就是地瓜茶叶蛋然后那个毛豆还有玉米我们家喜欢吃超商买的那个鸡胸肉对我儿子也很喜欢可是我个人比较没有那么爱吃很多我其实是比较常吃的是毛豆加玉米为什么我常讲世界卫生组织很少推荐抗癌食谱但是他推荐这两个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这两个都很高纤维我们台湾人常常这个纤维摄取不足但是你这两个补上去呢它是完整吸收之外其实它纤维也很高所以我个人蛮常吃这两样的。超商的玉米很甜对都好吃但而且我觉得还蛮方便而且我觉得玉米不需要再加热对对对对对，就是打开就可以吃了对毛豆的话可以请他加热一下对对对，我们家小孩吃鸡胸肉也是就打开就吃了这样他也没加热对我儿子他们很爱吃那个可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吃豆类玉米这种还有地瓜啦茶叶蛋这个部分不用担心就对了但有些什么东西是长期吃下来然后没有去注意到的就会有那种致癌风险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致癌风险是不是其实要离癌也没那么简单大家也不要真的这么紧张虽然现在癌症很多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一些高温烹调大概就是都高温烹调就是比较不好那什么叫高温烹调呢就大于120度 C 以上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是高温烹调所以呢当然我们就少吃油炸的对我直觉想到就是油炸对然后呢烧焦烤焦的不要吃不要觉得那个特别香有一种炭香味对对对烧焦烤焦的我真的就不建议了那我们也知道很常就会说老卤致癌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蛋白质卤煮超过2个小时事实上会产生一个有毒物质叫做氧化胆固醇那这一听就知道对我们心脏血管不好嘛所以呢尽量就是说不要去卤的那么黑的啦很多人就会喜欢入味像我在买茶叶蛋我一定买最上面那颗颜色最浅香蜜再一次破解了吧大家我都会去里面挑那个感觉起来颜色比较深感觉都比较久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太重了我都是去选那个白白的为什么颜色越浅越那个有带一点点味道不像白煮蛋这么白但是有一点点味道对对其实现在他有卖那个真空包的那个白煮蛋我后来就会吃那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蛋口味的对对对所以其实不是不行吃但其实你就是可以去选择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吃这些东西之后记得像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家的小孩一定很可怜一定是不能吃那不能吃然后其实我们家是跟小孩子这样讲从我先在的时候到现在我们都一直是这样的原则就是把该吃的先吃了剩下的真的随便你那哪些是该吃的一定要有1碗煮熟的深绿色蔬菜不管是空心菜地瓜叶菠菜都没有关系1碗煮熟的1碗呢就白萝卜白花菜白高丽
丽菜、菇类、茭白笋、竹笋都可以。好，那就把一律100都吃了。一律100。对对对，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常讲一件事，饮食教育很重要，你要从小就让他养成这个习惯。因为呢，我们从小就规定小孩说，你要吃什么没关系，你就先把这些吃了，剩下真的随便你吃。然后呢，我发现我的小孩，像我儿子值班，他会留言给我说，妈，我今天少了1碗白色的蔬菜，他会特别跟你讲，你晚上可不可以帮我留1碗？哇哦！那我其实刚开始接到这样的这个我儿子给我的这个耐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你觉得理所当然？对，就有点。后来呢，我今天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他们已经把吃一律100认为跟刷牙洗脸一样，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对。那其实我以前就有一个观念，我们要给小孩呢的这个财产呢，其实不是什么金山银山，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他身体不好，你看什么都不用讲，银山也没用。对。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太实用了，所以简单帮大家来整理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讲外食好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外食。第一个就是你出去吃东西，你要注意它的环境有一些细节可以特别观察，像是抹布啦，像是砧板这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是拎便当回来的，在外头不要绕太久，赶快就吃掉了。对。然后如果一下子吃不掉，有时候办公室其实有冰箱也可以放，或是买东西回家吃，放冰箱也都可以放。那基本的原则注意了之后呢，其实大环境的这个食品饮食的文化，消费者可以做的就是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怎么看这个性价比这件事情。那政府能做的政府继续做，那业者的部分其实现在业者感觉起来也越来越着重在这件事情上嘛。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业者大概也不敢，就是说他们也自己都很害怕。对，因为你看这个一个食安事件可能就毁了要这个厂，这最高是罚到2亿耶。如果以罚金来讲，是罚钱。我觉得当他的这个东西出了这个，他其实他真的就没有那个信任感在这个市场上了。对，我觉得他就完了，倒闭了。对，是，对，所以其实他们也怕。对。然后生食尽量不要生食吃外食啊。对喜欢吃新鲜的海鲜，不要以为只有港口的最新鲜。最好还是有经过冷冻处理过的。是。还有很多细节，如果我讲的不够详细，大家回头再听一遍，因为我觉得这集实在是很重要。老师，因为刚刚你讲到很多我的想法就会是觉得说，哇，那我以前好多观念都错了，或者有一些是新的观念进来的，我没有一直 follow 到，是不是？老师，你有脸书还是什么？你通常都会去哪边一直更新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掌握？其实我会在临讲医师 FB 或我的 FB 上贴一些时事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法。OK， 但是因为我们团队比较忙，所以呢，我们更新的速度不一定很快。对，但是如果有一些时事的时候，像大家在面对这些食安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贴上一些相关的文章，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就是去 Google 找林杰良医师的 FB。对。好，我们等一下也请小编帮我们把链接附上好了。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也做一个非常实用的参考。今天再次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这边，然后跟我们讲这个，我觉得实在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尤其我不只是自己吃要注意嘛，我们家还有小孩呢，对不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小孩从小饮食教育就要带着做，然后如果我们带孩子真的不得已要外食的话，很多细节其实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得到，自己可以找得到的。好，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哦。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点许愿池的连结来留言给我们。同时也要邀请大家追踪 T Radio 脸书粉专，这边呢除了有新闻幕后之外，还有其他的好内容都可以推荐给大家。感谢你的收听，也谢谢谭老师，谢谢，我们就下周4再见，拜拜。